房价不能跌，跌了会拖垮银行，会拖垮整个经济。这句话你一定听过，可能是长辈说的，可能是新闻名嘴说的，也可能只是你自己心里的直觉。它听起来很有道理，房子占了台湾银行放款一大块，房价要是真的崩，银行怎么可能没事？但这一集我们要做一件比较少人做的事，把这句话拆开来看，它到底站不站得住脚。第一集我们说过，房价贵是被制造出来的。第二集我们猜过建商囤房的算式。第三集我们看过别国的工具，台湾其实有，只是用得太轻。那为什么那把最有效的工具始终没被拿出来？一个常见的答案是，动了，银行会出事。我们现在来查证这句话到底有几分是真的。先看最容易被拿出来吓人的那一块，一般民众的房贷。央行今年5月刚公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报告写得很清楚，到2026年4月，台湾购置住宅贷款的余放比率是 0.07% 到 0.08%。讲白话，每1万户房贷正常缴款的有9992户以上。这不是还算健康，这是非常健康的数字。再看银行自己的体制，2025年底，台湾银行体系平均资本适足率是 15.78%， 比前一年还要高。法定最低门槛是 10.5%， 银行手上的缓冲比法规要求多出快50%。央行的报告还特别提到，台湾家庭的净资产超过全年 GDP 的7倍，仍然比美国、英国、新加坡、韩国都高。翻译成白话，就算房价真的修正，多数家庭手上还有其他资产可以撑，不是一次房贷违约就见骨。连央行总裁杨金龙自己2026年6月的理监事会后都还在讲，不动产贷款集中度还是太高，房市软着陆速度有点慢。言下之意是他还在盯着，不是撒手不管，但这份谨慎是怕走得太快，不是怕银行撑不住。如果只看这2个数字，银行撑不住这句话讲不太过去。但如果就这样说，银行完全没风险，那也不诚实，因为央行的报告其实点出了另一块，建商的土地及建储融资，简称土建融。2024年10月开始，因为个案违约增加，建储贷款的余放比率开始爬升，2025年1月底来到 0.24%， 是当时一般房贷的3倍左右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是央行自己写在报告里的数字，但接下来的发展可能会让你意外。Colorful 6年4月最新一期报告显示，建储贷款的余放比率已经降到 0.07%， 跟一般房贷几乎是同一个数字。换句话说，这块确实升温过的风险，已经在既有的监理底下自己退烧了。为什么会退烧？线索藏在另一组数字里。2025年第2季，待售新成屋堆到大约11万2千户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同一年9月，建储贷款余额的年增率出现近9年来首次负成长。建商手上的余屋卖不掉，银行对建商放款也跟着踩了刹车，压力没有炸开，是被提前挤掉了。央行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，behavior 表态，未来监理的重点会更聚焦在建商的土地建储融资，而不是一般自用房贷。连官股的土地银行这几年都主动把土建融余额连3年往下收。换句话说，风险曾经是真的，但它没有被放任发言，它被看见了，被盯着，也已经退下去了。讲到房价崩，银行倒，大家脑中第一个画面通常是2008年的美国，但美国那一次的核心是次级房贷，很多贷款是低头期款，甚至不查收入文件。银行把这些风险包装成金融商品，卖到全世界。台湾的房贷制度完全不是这样，全额追索，核贷严格，自住第1户的头期款通常要3成起跳，第2户、第3户更低。结构不一样，不代表台湾不会有风险，但拿2008年直接套台湾是不诚实的类比。再看中国，标准普尔、穆迪、挂学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讲法出奇一致，
中国房地产的风险集中在开发商的债务跟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。标普甚至估计开发商放款的预放率2025年可能高见 6.4%。家庭房贷那一块呢，预放率长期低于 1%。这个结构跟台湾土建融比一般房贷危险的逻辑其实是同一件事，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假装风险完全不存在。1990年代的日本资产泡沫破裂之后，银行体系确实花了将近10年才把不良贷权处理完，那段阵痛是真的。只是日本当年的问题核心也更接近企业的土地融资跟交叉持股，一样是杠杆端出事，不是一般家庭的房贷出事。3个案例放在一起看，方向都指向同一个地方。真正会伤到银行的，从来不是普通人按时缴的房贷，是杠杆过高的融资端。讲到这里，要诚实交代一件事，我们原本预期会找到某个官员、某个银行工会白纸黑字说过不能打房，打了银行会出事这种话，拿来当反对改革的挡箭牌。我们没有找到。央行总裁杨金龙近年反而多次表态，现在的状况距离系统性风险还远。金管会每年做的压力测试，结论也是银行体系整体撑得住，只是少数银行要加强资本。真正在立法院在政策辩论里被拿出来的反对理由是换屋族贷不到款，是中小建商会撑不住倒闭，是房东会把税转嫁给房客。这些都是真实的顾虑，但没有一个理由是银行撑不住。所以房价崩了会拖垮银行，这句话更像是社会介体的一种直觉恐惧，一种没人明讲却让政策动作变得谨慎的气氛，而不是某个人某个机构讲出口可以被指名反驳的一句话。这反而是最麻烦的地方，没说出口的话比讲明白的话更难被拆穿。所以答案是什么？风险曾经是真的，它出现在建商的土地建筑融资里，不在你我的房贷里，而且它已经在既有的 Jacksons 下退回跟房贷一样低的水准。一般房贷户的体质好到央行自己都拿不出理由担心，而房价崩了会拖垮银行这句话被模糊的套用在所有打房的讨论上，变成一种让人却步的气氛，但它从来没有一个讲得出名字的主人。央行看得懂这个差别，金管会也看得懂，压力测试年年在做，建商融资也已经被点名盯紧，也已经降温。真正缺的不是看懂风险的能力，是把这份理解翻译成一句敢讲给所有人听的话。怕的不是房价跌，是有些人不想让大家知道，真正该怕的早就已经过去了。4集下来，我们拆过天灾说，拆过建商的算式，拆过别国的工具，也拆过这句动不得。剩下最后一个问题，也是最难回答的一个，房价到底有没有解？下一集我们把答案摊开来。房价不是天灾，我们下集见。